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第2季前情提要：斯泰因找到了自己的女儿，使奖章发挥效果。斯旺更改了瑞普的记忆，使他变得憎恨传奇小队，最后大摇大摆地拿着碎片离去。位于3000年的底特律，正义协会的午夜神医查尔斯正在做实验。瑞普出现在他身后，两人寒暄了一下。查尔斯知道他们不该再见面，瑞普以时间之主的名义让他还回碎片，但查尔斯受命保护，瑞普也只好应讲。他知道查尔斯是生物研究员，所以碎片可能藏在了他的身体里。基丁恩通过奖章算出了第1块碎片的位置，正是在未来的查尔斯手里。飞船穿越而至，但到达之后，基丁恩却探测不到。他们锁定了碎片最后出现的位置，这里变得一片狼藉。查尔斯遇害，地板上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他们知道瑞普恢复了记忆，但不知道是怎么恢复的。阿玛亚责怪他当时放走瑞普，但萨拉这么做只是为了让队伍保留人性。基丁恩用莉莉的算法找到了另一块碎片，位于507年的大不列颠岛屿。部分人前去寻找碎片，斯泰因研究着新鲜玩意儿。米克嗅出了他身上有小偷的味道，斯泰因告诉他，当时手痒没忍住，拿走了查尔斯的遗物。海伍德作为导游给大家科普现状，萨拉感觉不对劲儿，周围突然冒出了一群士兵。雷告诉他们，自己只是带着下人路过这里，顺便拜见一下亚瑟王。王后摘下头盔，告诉他们可以一同前行。众人来到大厅，这里正在举行圆桌会议。亚瑟王质疑他们的身份，请出了魔法师梅林。他戴着兜帽出现，摘下之后竟然是星女。他告诉大伙儿，叫梅林只是为了掩盖自己。阿玛亚告诉他，查尔斯为了保护碎片而死，但他们在协会时接到的最后任务就是保护碎片。瑞普告诉他们命运之矛的用途后，将它一分为4。星女为了保护碎片，扩张了这个国家的领土，也因此塑造了亚瑟王。得知真相后，他们又回到了王宫。阿玛亚希望他能告诉他碎片的下落，但星女仍然坚守使命。萨拉和王后在聊感情，问他国王现在在干啥呢？他说在狩猎，殊不知他正在经历激烈的格斗，他屡次处于下风，最后体力不支被踹倒在地。这个击倒他的人正是达克。凯旋之歌响起，星女高兴地向他走去，却遭到劫持。达克摘下头盔，装作惊讶的样子和他们相遇。瑞普摘下了他的头盔，让他给大伙儿笑一个。达克问他碎片在哪儿，但这丫头就是嘴硬。萨若尔趁机拿起武器与骑士们搅在一起，亚瑟王背后偷袭，杀掉了他的左膀右臂。瑞普控制着他，告诉他们只要自己想一下，他就会死。达克给他们1晚上的时间选择，随后带着亚瑟王离去。斯泰因研究着士兵身上摘下来的设备，发现和他顺走的是一对。指挥官佩戴发射器，士兵们佩戴接收器，所以只要想办法增强他的信号，瑞普的军队就会作废。斯泰因命令他站起来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感觉。米克说，我感觉到我饿了。当他放下接收器后，开始发亮。斯泰因知道这是敌人在发射讯号，黑旗要进攻了。王后将士兵们集结，为大伙鼓舞着士气，然后混进了一些奇怪的人。阿玛亚根据奖章的指引来到萨拉这里，旁边的王者之剑发亮。阿玛亚走到面前，觉醒了所有动物的力量，缓缓将剑拔出，正是矛的碎片。星女赶来阻止，她告诉阿玛亚，保护碎片是自己的职责，而且自己已经爱上了亚瑟王。阿玛亚把碎片又还给了他，但是他又不想要了。外面响起战争的号角，萨拉打断了他们煽情。雷把战衣穿在铠甲里面，向海伍德展示了一下他的新武器。他告诉雷，碎片已经找到，我们可以走了。雷却因为自己的信念，决定留下来参与这场战争。飞船准备离去，海伍德跑了过来。王后授予着雷骑士的荣耀，也因此被记载进了史册。海伍德告诉他们，雷的中二病犯了。阿玛亚知道不能以身犯险，这很有可能丢掉最后1块碎片，但米克不想抛下他。萨拉和他站对立面，阿玛亚看着他们内讧，有点心疼，也站起来说服了萨拉。天亮后，两军对峙，士兵们开始嗷嗷增加气势。随着王发起进攻指令，他们混斗在了一起，还有一个近战法师。传奇小队的打手赶来了，加入了这场战斗之中。他们加入可以说是如虎添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萨拉表现非常英勇，海伍德用身体撞倒了敌人，雷拿起了激光剑为他打掩护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阿玛亚完全是靠体术在支撑啊。王后这边遇到敌人比较难缠，他被击落下马了。两人告诉他要给士兵们带来痛苦的回忆，这样所有人的系统就会过载。亚瑟王击倒士兵，当他准备下手的时候，感应器被破坏，所有士兵恢复了意识。他看到瑞普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接着瑞普被一剑斩落下马。达克过来只是嘲讽了一句，然后骑马溜走。萨拉站到瑞普面前，乘波号飞到了他们的上面。战斗结束后，众人来到了大厅。
星女决定留下来和国王一起过没有马桶也不用纸的生活。Sarah 和王后道别，俩人把遗憾都写在了脸上。雷也过来道别，王后向他表达敬意。离别前，雷告诉他，导演给你安排了一个吻戏。飞船趁着黑夜离去，杰弗逊来到监狱和瑞普见面。他说，你不再是这艘船的船长，如果你再想伤害我的队友，我就 K 了你。说完潇洒离去。瑞普叫了一声吉丁恩，吉丁恩告诉他自己一直都在。吉丁恩正在努力地运算第4块碎片，也就是海伍德祖父的下落。瑞普记忆恢复，肯定知道，所以3人帮很有可能已经得到消息，正在赶去的路上。海伍德心急如焚，但却无计可施。他呼唤着吉丁恩，可是吉丁恩被下令禁止回应他的指令。他念叨出了3个毫不相干的关键词。飞船开始重新写程序，将通道关闭。吉丁恩告诉 Sarah， 他必须服从船长的命令，而且他现在正在前往逃生舱的路上。米克、海伍德前去阻止。杰弗逊为了修好飞船，提议重启系统，但前提是要关闭飞船。瑞普拿走奖章，又启动了飞船自毁程序。Sarah 的操控界面消失，又弹出来一个自毁界面。3人拦住了瑞普的去路，让他交出奖章。他把奖章向后一扔，米克走过去将他打晕。杰弗逊将飞船重启，重启后导航系统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飞船掉出时间流，来到了白垩纪，在空中不断翻滚，惯性消失后停了下来。吉丁恩因为系统被重启，迫使他选择记录中最古老的地点，也就是雷被分散到的时间。制图器丢失，飞船无法离去。雷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，所以他带着海伍德和阿玛雅一同前去搜寻。米克提议可以直接进入他的大脑检查，吉丁恩解释了一下，这种手术在所有时间之主的飞船里都是标配。俩人惊了。雷还挺怀念这里，定位到制图器后，发现那个母恐龙的领地。雷去前面探探路，海伍德靠着大树，一只蟒蛇爬上他的肩膀，阿玛雅将他抓起扔向一旁。他告诉海伍德，蛇只是把他当成树的一部分。然后俩人距离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雷告诉他们快跑啊！俩人做好了进入瑞普大脑的准备，手表一样的东西，用途是为了让他们回到现实。斯泰因开启电疗，俩人再一睁眼，发现这里还是原来的配方。来到武器库后，拿出武器，发现了萨维奇的士兵，结果回头又看到了白金丝雀。俩人走近转了一圈，金丝雀率先发动攻击，二人的招式十分相似。站起来后 Sarah 再次被击倒，但好在他有队友帮忙，3人逃得差不多了。雷告诉他们自己当时有点饿，偷吃了他的一颗蛋，所以他才这么恨自己。谈话间，他们来到了雷的住处。阿玛雅闻出了公霸王龙尿的味道，雷正想说，他说自己不想知道。雷告诉他们天快黑了，我出去给你们抓点特产回来。雷一走，屋子里就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。阿玛雅说现在太无聊了，坐吧。二人走在长廊，转角处看到了雷和米克。Sarah 留下拖延，杰弗逊继续去找米克。本来一个米克就够他喝一壶的，又出现了一个雷。Sarah 有点应接不暇，被二人按在了地上。雷抢走了他的手表，将他捏碎。他们把 Sarah 击昏过去。在禁闭室里醒来后，发现了蜷缩在角落里的瑞普。瑞普看到他就浑身发抖。杰弗逊在走廊里听到了若隐若现的求救讯号，他还以为是 Sarah， 过去之后轻声呼唤，面前出现一个女人。女人告诉他，你死都想不出来我是谁。杰弗逊说，你是吉丁恩吧？吉丁恩告诉他，斯旺扭曲了他的意识，把朋友变成了敌人，但在动手脚的时候没想起来还有这么个智能的人工智能啊。 Sarah 缓缓蹲下，告诉他船上的人都是假象，但瑞普打心底里抵触他，一个气功把他打飞了出去。吃饱后，阿玛雅去拾柴火，雷缓缓靠近，告诉他，你不能和阿玛雅在一起，他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并且会有后代，而他的后代会继承图腾，在底特律成为超级英雄。如果你改变了他，就会影响他的后代玛丽以及玛丽拯救过的所有人。斯泰因坐立难安，米克知道他关心杰弗逊，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无法一直照顾他，所以得让杰弗逊学会自己面对。你需要做的就是信任自己的搭档。 Sarah 被撞傻了，告诉他要好好利用这个超能力，尽快回到现实，找到命运之矛。而且钢铁司令的下落只有你知道，所以你要做回曾经的船长。瑞普感觉他讲的好棒啊，不过门还是没打开。好在俩人出现在门外，杰弗逊介绍了一下吉丁恩，然后 Sarah 开始撩他。4人走在走廊上，瑞普想不起来钢铁司令的坐标。吉丁恩告诉他们，想让他想起，就得把他弄出去，而把他弄出去的办法，就是让他想起真正的自己。
拐角处出现了黑化的 Sara 和火风暴，杰弗逊傻了。杰弗逊向杰弗逊发动攻击，但子弹伤害不到他。Sara 和 Sara 打得酣畅淋漓，真的把假的干掉，还说假货超越不了真货。杰弗逊吸引黑火风暴到货仓门口，按下了仓门开关。雷偷到了制图器，母霸王龙闻声赶来，阿玛雅跑过去与他对峙，激活了母霸王龙形态。一人一龙就在这儿心灵沟通，母霸王龙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就走了。二人会合后前去寻找瑞普，但前方又出现了3人。他们知道只有瑞普可以消灭他们。此时瑞普的记忆逐渐觉醒，挡住他们的攻击，将他们一掌一掌地打出飞船。瑞普恢复记忆，所以假乘波号即将消失。杰弗逊按下开关回到现实世界，拿起电击器给了泰夏。瑞普在记忆里和基丁煽情，他知道他不是真的，但是他一直都在。瑞普醒过来后变回了曾经的自己。基丁告诉他们制图器运作正常，俩人亲了个嘴儿。阿玛雅走到门口说：“今晚来我房间，我会让你有其他事想做。”瑞普穿上了曾经的风衣，但之前对 Sara 做的一切都历历在目。Sara 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他，所以翻篇。基丁告诉他们，飞船随时可以起飞。两位船长同时做出了回应。瑞普对吉迪恩深感抱歉，但吉迪恩只记得那个吻。他走到指挥室，众人早已等候多时，跟大家挨个打完招呼之后，开始谈正事儿，也就是最后一个碎片的位置，位于1970年的航空局飞行基地。阿波罗13号的首要飞行员正在做着体检，而给他做体检的人正是斯旺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